话说啊，陶瓶是解读古希腊文明的另一种语言。如何读懂它呢？让我们进一步的走进神秘的古希腊世界呢？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正是从陶瓶看古希腊的几个小 tips。通过欣赏下面这几只陶瓶啊，我们将找到打开一扇古希腊世界之门的万能钥匙。首先，我们看看这4只陶瓶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有的人物图案是黑色的，有的呢是泥胎色的，而这就是古希腊陶瓶主流的2种绘画工艺：黑陶瓶和红陶瓶。看第一只陶瓶，画面上描绘的是女人们啊在纺织、在织布，而这些呢都是用黑色来表现的。黑色的人物，黑色的纺车，背景色呢是泥胎的红色。还可以发现女人的胳膊和衣服的边界等细节呢，这是用刻划出来的线条表达的。这就是构成黑陶瓶的2大基本元素：泥胎为背景色，人物呢用不同于背景的颜色画出来的，再刻划出细节。所以啊，我们可以尝试着用同样的方式去看下面的陶瓶。大面积的这个暗黄色的泥胎，用黑色和红色描绘的这个人物的形象，就是赛人。赛人的耳朵和衣服的细节呢，这是用刻划出来的线条表达。所以啊，这2个呢都属于黑陶瓶。相反的呢，如果用泥胎的颜色来表达图案，背景成了黑色，那便是红陶瓶。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一只陶瓶啊，看起来呢像是通体黑色，而只有中间的图案像是预留出来的泥胎颜色，这呢就是典型的红陶瓶。细心的你啊，可能就会发现说，上面的这2个泥胎的颜色怎么看着比下面的更红呢？其实啊，这就是判断雅典和科林斯这2个产地的陶瓶的主要方式。我们清晰地发现啊，上面这2个陶瓶的泥胎的颜色呢，它的明亮度和饱和度更高，红色呢更亮丽。下边这2只的泥胎的颜色呢，更像是灰灰的黄色。其实呢，上面的这一个是雅典的，而下面的呢是科林斯的。这是因为雅典的粘土啊含铁量较高，所以呢烧出来的泥胎颜色更加偏向于橘红色，而科林斯地区的陶胎呢颜色这会是橘红偏黄。第三，我们可以发现这4只陶瓶呢，它的器型是不一样的。左边的第一个是日用的 stamenos， 是用来储存液体和稀释酒水的容器，而下边呢，它们是香水瓶，是很小的容器，更像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熏香瓶子。除此之外呢，古希腊陶瓶啊还有很多的器型，例如说宴饮用的调酒的 crater， 保持酒温的 psater， 酒壶、酒杯。婚礼中的新娘用来洒水和沐浴的 lepis gamikos 和 lutophoros 等等等等。以上呢，就是我们从产地、器型和工艺这些表面的信息上啊，可以对古希腊陶瓶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陶瓶的主题又该怎么看呢？在这4只这个瓶子中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啊，上边这2个呢是在表达一个场景啊，里面是有人物互动的，而下边的这一个呢，它属于是静止的画面，而这呢就是所谓的装饰性和叙事性。装饰性的这一个瓶画啊，一般以各种动物和图案为主啊，注重的是达到一种整体美观效果。而叙事性的瓶画呢，描述的大都是古希腊的各种神话、英雄故事以及各种日常生活场景，如宴饮啊、婚礼啊、葬礼啊、体育运动啊等等等等。比如这第一个瓶子，以整圈描绘的呢，就是在纺线、织布的整个流程，这呢就是典型的日常生活场景。而第2个瓶子呢，讲述的便是赛人的神话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在荷马史诗中有记录的。希腊英雄这个以撒卡的国王奥德修斯啊，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要回到希腊，这途中呢，他经历了很多的灾难。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他所经历的灾难之一，赛人人头鸟身。他呢，就是以他的这个歌声迷惑所有过往的船只上的水手，把这些水手啊吸引到他的岛上之后呢，就会把他们吃掉啊，或者把他们
弄死了哈这个。但是呢，奥德修斯呢要接近这个岛屿的时候呢，他就提前做好准备了哈，他让他所有这些水手舵手，让他们把自己绑在这桅杆上，把自己的耳朵也塞上啊，为的呢就是不让他们听到了有魔力的赛人的歌声之后呢，被赛人吸引过去了。两边的岩石上各站着一个赛人，还有另一只赛人脚朝天头朝地的坠下来了，因为赛人的歌声呢没有吸引住奥德修斯和他的这一行水手，所以呢跳崖自尽的故事。众多的人物场景中有的是神，有的是人，但是呢都是这个人的样子。我们又该怎么去区分他们是神还是人呢？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所有神人都有非常鲜明的个人特征。为了让大家更容易辨识出陶瓶上的人物身份，古希腊的画师们在创作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尽可能的把他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特征以及他们这种有代表性的场景表现出来。除了刚刚看到的这两个典型的赛人的形象，手中拿着闪电的那就是天神宙斯了，拿着三叉戟的那就是海神波塞冬了，拿着盾和矛的女神就是雅典娜，拿着竖琴的美男子那就是阿波罗，双脚畸形的便是火神或者说工匠之神，手拿信杖，脚上穿着带翅膀的靴子的那便是荷尔摩斯，手拿酒杯，头戴葡萄藤编成的花环的那便是酒神狄奥尼索斯，拿着弓箭身背箭筒的女神便是狩猎女神阿特米斯，手拿弓箭身上长翅膀的那便是爱神，还有这个身披狮子皮手拿狼牙棒的那便是赫拉克利斯，白皮肤的代表的女人，白胡须的呢代表的长者，双手举过头顶的表示着哀悼，五指张开向前做摸索状的呢这是盲人，等等等等。我们通过这个泥胎的颜色呢，可以判断一只陶瓶的产地，通过图案的颜色和刻划的工艺来判断红黑陶瓶的区别，也可以通过这些典型人物形象装饰分析出陶瓶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有了这些 tips 下次大家再逛博物馆的时候，您也可以成为一个陶瓶小达人。手中拿着闪电的那就是天神宙斯了，拿着三叉戟的那就是海神波塞冬。